關注現代輕兵器發展的朋友，最近一定注意到美國陸軍的一個大動作。為了打穿越來越厚的防彈衣，美國常規部隊正在全面換裝大口徑的 M250 半用機槍，追求極高的槍膛壓力和極限穿透力。這似乎是现代常規戰爭的鐵律，火力越猛，贏面越大。但奇怪的是，就在常規陸軍浩浩蕩蕩走向重火力時代時，美國特種作戰司令部卻踩下了剎車。這支美軍最精銳的尖刀部隊完全拒絕了陸軍的大口徑機槍方案，相反，他們反其道而行之，啟動了一項名為超輕量突擊機槍的採購計劃。在常規部队做加法的时候，特種部隊為什麼要冒着抗命的風險，也要啟動自己的專案呢？要了解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先回答美軍特戰小隊現在手裡拿着的到底是什麼武器？這些曾經戰功赫赫的老槍，又為什麼會被貼上致命缺陷的標籤？提到美軍特種部隊的火力支柱 MK46 轻机槍，絕對是一個繞不開的名字。在過去20年的治安戰裡，它幾乎是海豹突擊隊和游騎兵的標配。這把槍是怎麼來的？本質上，它是在經典的 M249 機槍上做了一次刪減。當年的特戰隊員嫌 M249 功能太繁瑣，於是軍工企業直接焊死了用來插步槍彈匣的備用供彈口，锯到了提把，拆除了重型三脚架的接口。經過這番極簡處理， MK46 變成了一把純粹為滲透任務打造的彈鏈機槍。在阿富汗的開闊山谷裡，它表現得堪稱完美。但戰爭形態是會變的，當特戰小隊越來越多地進入狹窄的建築物，開始執行高強度的 CQB 時，這把原本完美的功勳老槍突然變成了拖累整個小隊的枷鎖。它暴露出的第一個缺陷是重量。MK46 把能拆的都拆了，但空槍重量依然高達7公斤。在现代室內突入任務中，一名特戰隊員頭上戴着全景夜視儀，身上掛着重型扛彈板，如果手裡還要端着這把加上彈鏈將近10公斤的機槍，體能消耗是呈指數級上升的。在0點幾秒就能決定生死的走廊裡，需要快速切角轉身，機槍的死重會嚴重拖慢隊員的戰術響應速度，機動性一旦下降，在 CQB 中就等於送命。如果說7公斤的重量還能靠特種兵的體能硬扛，那它的第二個缺陷就是徹底無解。现代特種作戰高度依賴光學儀器，機槍手需要在導軌上串聯紅點瞄準鏡和熱顯像儀，但 MK46 採用的是傳統的掀蓋式機匣，機槍手每次換彈鏈必須掀開頂部的機匣蓋，放好子彈後再用力把蓋子重重地砸下去鎖死。在光學原理中，導軌只要發生1公里的鬆動，子彈在100米外的落點就會偏離幾十公分。把昂貴的瞄準鏡裝在一個需要頻繁猛砸的蓋子上，打着打着，十字準星就會徹底失去歸零。這個問題，全世界用掀蓋式機槍的軍隊都遇到了，但不同國家的解法不一樣。俄羅斯軍工部門的現代化方案是，他們只在原有的鉸鏈機匣蓋上硬生生焊了一條皮卡丁尼導軌，結果在實戰中，俄軍機槍手一開火，機匣蓋瘋狂震動，瞄準鏡瞬間震歪。換幾次子彈後，俄軍士兵只能無奈地放棄瞄準鏡，全靠肉眼看着夜光彈進行信仰射擊。而俄羅斯那種縫縫補補的失敗教訓，給美軍特種作戰司令部提了一個醒：在舊架構上打補丁是沒有用的，必須從底層的機械邏輯上進行顛覆。既然7公斤太重，我們能不能把一把全自動機槍做得跟突擊步槍一樣輕？既然掀蓋式機匣是瞄準鏡的噩夢，我們能不能造出一把根本不需要掀蓋子的機槍？面對這些幾乎挑戰機械設計的苛刻要求，在隨後的競標中，2家頂級槍械巨頭拿出的圖紙打破了輕武器過去的理解。既然舊有的 MK46 機槍受制於重量和掀蓋式困擾，那麼下一代武器該如何破局？在常規的槍械工程學中，減輕重量與控制連發後坐力是一個不可調和的矛盾。根據動量守恆定律，槍身越輕，吸收後坐力的質量就越小。如果把一把全自動機槍做到突擊步槍的重量，連發時的剧烈跳動理論上会讓射手根本無法控制準星。如何在突破重量下限的同時，違背常理的保證射擊精度？面對這個悖論，美國騎士裝備公司提交的方案是輕型突擊步槍。他們在面板上給出了一個極端的參數，空槍重量僅為5公斤左右。為了在如此極端的輕量化下控制後坐力， KAC 的工程師拋棄了傳統的配重思路，直接從機械運動的底層邏輯入手，引入了恆定後坐系統的概念。
在傳統機槍中，導致槍口劇烈上跳的罪魁禍首是機槍向後運動時重撞擊機匣後臂所產生的二次撞擊力。LAMG 的解法是通過一套經過精密數學計算的附近黃總成，讓機槍在向後運動即將觸碰機匣後臂的前1毫秒，動能被彈簧完全吸收，機槍的速度被精準歸零，隨後立刻反彈向前。這是一種底層的物理消除，槍機在機匣內部懸空往復，永遠不會發生剛性撞擊。消除2次後坐力後，特戰隊員甚至可以在行進中單手壓住這把全自動機槍，並保持精準的火力覆蓋。LAMG 解決了重量與後坐力的死結，但它依然保留了傳統的頂部供彈架構，光學歸零的隱患並未根除。為了徹底解決瞄準鏡的痛點，歐洲槍械巨頭 FN 公司給出了另一種解法 EVO LYS 超輕型機槍。FN 的工程師跳出了優化機匣蓋的傳統思維，直接對機槍進行了空間的重構。他們拋棄了100年來的頂部掀蓋設計，創造了側向供彈機制。機槍的供彈托盤被移到了槍身左側，並採用45度角向下開合。射手換彈時，所有的物理操作全在側面完成。這一空間重構釋放了巨大的戰術紅利，機匣頂部被完全解放，洗消出了一整條與槍管剛性連接、絕對不可移動的航空綠導軌。無論在戰鬥中如何粗暴地更換彈鏈，頂部的紅點、熱顯像儀和雷射指示器都穩如泰山，光學歸零得到了絕對的物理保障。當我們理解了西方軍工的重構邏輯後，我們再來看俄羅斯在輕量化機槍上的嘗試。俄軍也曾試圖為特種部队減負，推出了 2PK16 輕機槍計劃，但在俄羅斯的工業資源約束與嚴重的體系路徑依賴下， 2PK16 並沒有進行底層機械創新。它的本質僅僅是拿一把傳統的 AK 突擊步槍，換上了一根重型槍管，並配上大容量彈鼓。這種沒有觸及核心機械邏輯的換皮改造，在實戰中迅速失效。輕量化導致連發散布無法控制，步槍的臂膛待機結構又導致火力持續性極差，最終該項目被俄軍官方邊緣化。這並不是簡單的先進與落後的評判，而是兩種工程系統的對比。當一方受制於資源，只能在舊有的模板上敷衍組合時，另一方已經開始重新制定交戰規則。無論是 KAC 的橫定後座，還是 FN 的側向供彈，這些基於 5.56 公里口徑的革命性平台，把單兵的機動壓制力推向了極限。但在五角大樓的公開檔案中，特種部隊的這套輕武器換代計劃卻經常被普通媒體和另一款代號極其相似的重型裝備混淆。當特戰小隊在城市巷戰中遇到連機槍都無法擊穿的堅固掩體，或是躲在死角後的伏擊者時，單兵機槍的直線彈道就會失去意義。在這種超越輕武器物理極限的場景下，美軍手裡其實還握着另一張底牌，那是一套完全拋棄了直線射擊邏輯，讓掩體徹底失去防禦價值的智能火力網。這款經常被張冠李戴的重器，到底是如何在戰場上最強火力壓制呢？在許多關於超輕量突擊機槍計劃的討論中，經常會有人將替換 MK46 的選項指向另一款代號極為相似的武器 MK47。事實上 MK47 根本不是什麼輕機槍，而是一款40公里口徑的先进輕量化自動榴彈發射器。為什麼在特種作戰的火力矩陣中必須存在這樣一個獨立的武器層級？這就觸及到了傳統步兵火力的一個限制——直線彈道。無論是先進的 5.56 公里還是 6.5 公里機槍，它們發射的彈頭都只能沿着直線或微小的拋物線飛行。當特戰小隊在複雜的城市巷戰或山地地形中遭遇躲在堅固混凝土矮牆後，或者處於反斜面死角裡的敵人時，傳統輕武器的動能優勢就會瞬間歸零，你無法擊穿掩體，也無法讓子彈拐彎。在這個物理死角面前，機槍的火力壓制失去了戰術意義。如何消滅看不見且打不着的敵人？為了破解這個幾何死角，美軍引入了 MK47 系統。它的核心價值並不在於40公里榴彈本身，而在於它頂部搭載的那套 AN/PWG1 輕型射控視頻瞄準具。這套系統將2維的直線射擊變成了3維的立體空間壓縮。當射手面對一堵藏有敵人的矮牆時，不需要進行概率性的拋射估算，射手只需要使用瞄準具上的雷射測距儀測出掩體的精確距離。失控計算機會在幾毫秒內完成彈道解算，並通過膛內的電子觸點對即將發射的 MK285 智能榴彈進行內部編程。當這枚榴彈被激發後，它會飛越那堵矮牆，
並在越過掩體正上方的絕对坐標點時，由延时引信自動觸發空爆，破片從半空中呈錐形向下覆蓋，躲在掩體後的敵方目標瞬間失去了所有的物理防禦價值。這種利用電子編程越過掩體的打擊方式，標誌着步兵支援火力從機械時代向信息時代的跨越。我們來和俄羅斯现役主力的 AGS-30 自動榴彈發射器對比一下。在俄羅斯的軍工資源約束與戰術設計中， AGS-30 追求的是極致的機械可靠性與火力密度。它依賴光學或機械瞄具，依靠射手的肌肉經驗與記憶，向一個大致的區域傾瀉榴彈。這是一種基於概率的面積壓制覆蓋。而美軍的 MK47 則代表了截然不同的系統邏輯。它利用硅晶片和演算法剝奪了射手的經驗依賴，將概率覆蓋轉化為了擁有絕對坐標的定點爆破。這並非簡單的武器優劣之分，而是兩套不同工業體系在面對戰場盲區時給出的不同維度解法。一方試圖用彈藥數量填補空間，另一方則用先進的科技來突破問題。這裡並不是在嘲笑俄羅斯，事實上，俄羅斯的軍工已經在被制裁、被僵化的體制捆綁下，給出了一個很不錯的答卷。但是與它對比的是美軍，通過智能射控與空爆榴彈的結合， MK47 確實在戰術節點上實現了壓制。但在嚴酷的戰場環境中，所有的技術紅利都必須支付一定的代價。MK47 的系統權重，包括槍身、重型三脚架與複雜的射控模組，加起來達到了驚人的90磅，約40公斤。這個重量的物理極限決定了它只能被固定在防雷車上，或者作為前哨基地的靜態防禦武器。它永遠無法被單兵提在手裡去執行逐屋清理的室内突入任務。當重火力受制于人類的體能極限，當輕武器又必須兼顧光學儀器的精密性時，現代步兵武器的演進究竟在走一個怎樣的最終形態？當重達40公斤的 MK47 只能被固定在底盤上，而5公斤的 LMG 輕機槍卻能被特戰隊員單手端起時，我們看到了現代步兵武備庫中兩個走向極端的火力分支。為什麼在現代戰爭的體系下，特種部隊的武器設計會變得如此撕裂？一邊是追求絕對算力的重裝火力，另一邊卻是苛求到克扣每一克重量的極致輕量化。這種撕裂的底層原因其實就是人本身。在現代特种作戰中，一名執行 CQB 任務的突擊隊員，其躯體已經淪為一個高科技承載平台，防彈頭盔、全景夜視鏡、降噪通訊耳機、重型扛彈板，這些裝備的疊加已經將單兵的體能負荷壓榨到了臨界點。如果槍械系統繼續盲目追求更大的口徑和更高的射速，武器過大的重量必將壓垮射手的機動性。在火力與機動性的矛盾面前，傳統的槍械工程學走到了死胡同。正是為了打破這個生理約束，我們才看到了 KAC 的恆定後座系統以及 FN 的側向供彈機制。這些基於 5.56 公里口徑的機械革命告訴我們，輕武器的發展邏輯已經從冷戰時期的向敵方陣地盲目傾瀉火力，徹底轉向了將每一個單兵打造成高機動性的精確火力節點。武器的設計不再是讓士兵去適應冰冷的機械，而是讓機械的邏輯去妥協，去服務於人體的工程學極限。當我們用這種人機合一的系統學視角再次審閱全球輕武器的發展時，勝負的界限已經非常清晰。受制於工業資源約束與龐大路徑依賴的傳統體系，依然停留在機械時代的慣性中，試圖用生鐵和彈藥數量去換取戰場的概率殺傷。而以美軍特種作戰司令部為代表的敏捷採購體系，已經切入了信息時代的賽道，用極致的結構重組和光學容錯率重寫了單兵交戰的物理規則。在這個夜視器材全面普及、室內近戰強度拉滿的現代戰場，誰能將人體工程學與機械設計推向融合的極限，誰就能在系統層面上提前鎖定未來輕兵器的戰術代差。而那些拒絕認知迭代、受困於冷戰設計慣性的舊時代產物，注定只能在現實面前被現代戰爭殘酷的淘汰。好了，關於美特戰槍械的故事，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裡。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別忘了按讚、訂閱，也歡迎在留言區分享你的看法。你們認為美國的下一代槍械還需要多久才能全面列裝呢？我是火力軍，我們下期再見。